2025年的新年到了，中文油管大佬们是时候要上交成绩单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会复盘2024年度时政财经赛道的这个油管百强，我们看看谁在叱咤风云，谁在埋头掘金。我们会揭晓2024年度最快窜红的这个最佳新人奖，我们会分析法轮功的媒体矩阵，看看是谁在台湾官选跟这个贺龙夜夜秀风波的最后赢家和输家。我们会比较新闻机构和自媒体的影响力，看看是谁在主宰海外中文互联网。我们也会用数据来分析李老师发行礼币这件事情，他们的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内容有点多，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我尽量长话短说，不啰嗦。那先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榜单的入选条件。首先呢，这个榜单是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审视油管主播他们的这个粉丝规模呀、变现能力跟发展潜能等等，不涉及到任何的政治立场、道德评价或者人品的争议。我们也不对他们提供的这个信息的质量跟发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正确与否做任何的判断。所以上榜的这些主播与艾森个人的这个偏好是完全无关的。其次呢，入榜的这些都是粉丝数量超过10万的中文自媒体他们经常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被提及或者被讨论，所以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正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有机会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野和考察的范围。那芮成钢和方舟子两位呢是比较特别，因为他们只有7万多的粉丝，但两位都不是这个政治上的或者是自媒体上的这个素人作为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他的粉丝数量超过10万我相信会非常快。而方舟子呢，我相信他的油管粉丝数量可能永远也不会超过10万，但是因为考虑到他的这个推特粉丝数量特别多，而且他本人在中文时政圈肯定是拥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还是会把他们两位纳入讨论的范围。在上一期我们的榜单当中呢，我们会纳入了52位的主播。节目播出去了以后，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这些建议呢，本一次的这个榜单我们会大幅增加到了132位的这个主播。这里面如果大家看这个名单的话，会发现也包括了一些新闻机构，比如说 BBC VOA 等等。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把这些新闻媒体加入进来，作为一个基准线来比较他们和自媒体之间的这个实际表现。所以呢，最终参与排名的实际上总共只有125位的自媒体。另外的话，需要提一点，就是这里谈到的时政财经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这个赛道，也涵盖了一些例如历史军事等等一些外围的圈子。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都知道，就是主播他们跨界来抢热点，或者是他们被动的卷入一些热点实际上都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也很难在实践当中把他们的赛道截然分开。更何况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八卦，也不是做学术的讨论，所以没有必要抠字眼，也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些事情所以呢如果您在这个清单当中看不到自己心仪的主播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们补充，下一次我们再做榜单的时候一定会参考您的建议。在这个地方艾森先谢谢大家。那油管收入的这个估算数据呢，主要是来自于最权威的 Social Blade 这个平台它呢实际上是基于过去1个月的最新的数据，所以它的变动也是比较频繁比较快的。那因为它只估算的是油管广告分成的这个收入，所以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各位主播的实际收入，因为每一位人的这个实际收入的构成都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有一些主播会卖他的 T 恤衫，或者是卖他的这个周边产品，有一些完全没有，有一些有开会员，有一些完全不开会员。所以呢，我们这里看的其实主要是他们收入的一个量级我们不要抠到底是10万还是11万，这个没有意义，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去做这个比较和排名。那假设现在您把自己带入作为一个 MCN 机构的老板，你有兴趣想要考察这个海外油管的这个时政财经赛道是否值得投资的话呢，
在这种情境底下，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个细分市场它的规模大不大，值不值得我花钱去投资。那如果我们看回中文时政跟财经这两个油管赛道的话，我们会发现差不多大概是6000多万粉丝的体量，而能够入榜100强的这些自媒体这些主播，他们的中位数都拥有30万的粉丝。那这个细分市场年度的营收大概能去到3000万美刀。那如果假设这个主播跟 MCN 机构是以6:4的比例来分享收益的话呢，MCN 作为资方，它一年的营收大概能有1000多万。那假设这个市场被2家 MCN 寡头来瓜分的话，意味着一年能够入账大概500多万美刀。那或许这笔钱对于一些资本大鳄来说，他不一定看得上，但是对于某一些例如油管头部大 V， 比如说王菊之安来说的话因为防火墙的存在，他的这个粉丝增长和视频播放的数据有一天一定会触达一个天花板。那这个时候想要寻求增长的话，通过运营 MCN 机构，一方面可以培养可以扶植后进的这些油管主播，来提高海外中文互联网整体的信息质量另外一方面也能帮他自己就是突破这个限制，进一步就是提高自己的营收。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对于王菊本人，对于后进的油管主播，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是一个3赢的局面。另外的话呢，这些入榜的主播，他们的中位数年收入大概是去到10万多美金，那频道运营的平均时间大概去到4到5年。所以如果您个人有兴趣想做油管主播，而且有信心能够入榜100强的话呢，这些数字是您可以期望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正式开始揭晓10强榜单。首先第一个榜单是影响力的10强这个影响力是基于过去1个月油管频道它视频的播放数据。道理很简单，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的人次越多，说明您的影响力越大。那这里的影响力当然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你的信息质量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做这方面的考量，我们纯粹只看就是你的这个影响力本身到底有多少触达，能够接触到多少的观众。我们可以看到位列前10的分别是王志安、巴囧、张志奇、文昭、肖若元、王健、江峰、陶杰、李牧阳和龚直审。很明显这10个人其实已经分成了3个梯队。第一个梯队是王志安和巴囧，第二个梯队是张志奇、文昭、肖若元和王健，剩下的就是第3个梯队。作为观众，如果您不希望看到摇棍和听床师出现在这个榜单来主宰、来争夺海外中文互联网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话您自己本人也需要努力用点赞、转发和关注来发挥您自己的影响力。那接下来的话是粉丝10强榜单。那粉丝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小林、王志安、张志奇、郑才伟、文昭、西南、江峰、小岛、巴囧和波特王。那进入10强的门槛是需要有超过100万的粉丝数量。那粉丝前10明显也分成了3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小林，他的粉丝超过了220万，地位比较超然。第二个档次其实包括了王菊之安、张志奇、郑才伟、文昭和西南。那当然其他人就是第3个档次。王志安呢，在第2个档次当中其实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起飞跟超越的一个态势。我们来重点看一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冲击200万粉丝这个里程碑。那不同的预测模型呢给出了不同的结果。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年的6月份他就应该能够达到200万粉丝的这个目标。但是比较悲观的数据是要去到11月份才能够成功。您会相信说哪一个数据会更准确呢？我们其实可以作为简单的这个算术题考虑到王志安去年从年初的114万粉丝涨到了170万，一年的时间涨粉56万。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这2个模型本身它也没有办法预测意外的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个人相信6月份以前王志安的粉丝突破200万
是大概率事件。第3个10强榜单是最多人关心、最多人八卦的这个收入榜单。2024年入榜的包括了王志安、八炯、张志奇、文昭、肖若元、王健、江峰、陶杰、李牧阳和龚子沈。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做到这个赛道的前10强的话，年收入60万美金是妥妥可以入袋为安的。那影响力的榜单，我们个人看到跟这个收入榜单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前10的这些人，他们这个可以理解就是你的这个视频观看的人次越多，那广告分成自然也会越多，而且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赛道，所以你这个 CPM 各方面的这个数值也是比较类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入榜的人是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他们的这个前3个档次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收入前25强的这个榜单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熟悉的主播的名字。当然了，这个完整版的100强排名榜我会放在视频最后的附录里边，这个地方就不展开来讲了。如果想看到您喜爱的主播上交的成绩单，请一定耐心看到最后。综合前面3个10强榜单，2024年中文正经油管主播的前3强已经呼之欲出了，他们分别是王志安、八炯和志奇77里面的这个张志奇。王志安和八炯也是上期榜单的冠亚军。那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的话，年初的时候，王志安对于台湾大选的这个全面深度报道备受好评，然后因为贺龙夜夜秀节目的争议他被大半个中文时政圈口诛笔伐，但结果反倒是观众用实际行动把王局送上了中文时政的头把交椅。年尾的时候呢，王志安对于李碧这个事件的一个系列追踪报道以及开创性的访谈直播节目再一度爆火，然后实际上已经夯死了他作为这个中文时政一哥无可争议的头把交椅的这么一个地位。那八炯呢，虽然不像王志安是科班出身，但他胜在比较会来事儿，会整活，所以你看他不断的就是有各种关于他的新闻或者是一些争议事件，包括前一段时间跟馆长，包括他这个正在发酵的所谓20多万台湾人领取大陆身份证所谓这个中国收买台湾网红等等等等系列事件，让八炯现在红得发紫所以这2位王志安跟八炯2度中选这个名单，他们2位的实际的表现实际上也证明了我们这一个排行榜它并不是浪得虚名，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那粉丝价值这个 KPI 有点类似于出圈指数指的是频道的收入除以粉丝的数量，那这个数值越高呢，表示油管主播的视频被粉丝以外的人群看到的机会越大，表示他这个出圈的这个概率越高，表明频道的这个实际规模或者成长的潜力越大。那在粉丝价值前10榜单当中，表现最抢眼的是2位新人，一位是7788，另外一位是曹操说，他们的后续表现值得我们这个持续关注。本次油管的榜单我们特别单独设立了女性主播的收入排行，入榜的前10强分别是7788、百灵果、小林、微雨、小翠、柴静、李琦、王瑞秋、方飞和不明白播客。说实话本次榜单最大的惊喜呢，就是这位强势霸榜的新人7788力压几位前辈不说领先的优势还非常的明显，非常大的幅度，有很明显的这个霸道总裁的这个架势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力压了百灵果、小林柴静而且也包括不明白播客，尤其是不明白播客，他的收入只有7788的1/10，这一点真是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用这些数字来揭示的真实的这个情况，往往与大家主观印象跟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相差甚远。所以这一次这个7788也是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惊喜，因为你想他频道创办仅仅13个月，1年多一点，他已经在粉丝价值跟女性主播2个榜单都是位列第一，在收入100强的排行
也去到第12位，1年时间窜升到这个位置，他的表现可谓相当抢眼。所以7788是当之无愧的2024年度最佳新人，他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大的惊喜。您或许不一定会喜欢7788的政治立场或者他的内容，但是他成功的方法论跟他这个油管频道的运营操作手法一定是值得学习跟借鉴的。我们就拿前10强榜单公职省的数据和这位姑娘做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指标上，7788的数据都可以说是已经不遑多让了，而且2位都是狠人，一天更新2次，非常的勤快。那1年时间能够和前10强的公职省打得有来有回，更何况这位美女主播她完全没有靠擦边，没有靠软色情就能够交出如此亮眼的成绩单，说实话，这位妹子的功力可谓深不可测。那说起油管的中文时政和财经频道，我相信轮系的这个矩阵是我们一定绕不开的话题啊。轮系矩阵它能够覆盖到近1000万规模的人群，当然我们也知道粉丝之间是会有重叠的。在油管广告分成方面，轮系矩阵1年能够入账400多万美刀。最能挣钱的当然是几位护法级别的人物，包括文昭、江峰、李牧阳等等。当然了，如果年底轮系矩阵他们要开一个表彰大会的话，我相信微宇、金然跟大康这些人也应该是被表彰的对象，表现优异。尤其是陈微宇，在上一期的这个榜单当中呢，他还是被列入观察名单有待改进的这个频道，而且这一次他不仅成功的从这个名单上上岸了，而且还是唯一一位成功上岸的，其他的这些人还继续在水里扑腾挣扎着呢。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我们对比这个台湾大选官选团的名单，从他们年初年末粉丝数字的变化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王志安是就是台湾官选以及贺龙夜夜秀这个风波显而易见最大的赢家，其次是公职省。5月闪人跟吴建民他们的粉丝数量增长只有 1% 跟 2%， 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们丢失了大量的粉丝失血严重。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在100强榜单当中，过去1年大家普遍都能够涨粉 15% 到 20%， 不进则退的意思就是你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正常的粉丝增长，反而丢掉了大量的粉丝。经此一役之后呢，我们看到文昭他拱手交出了中文时政一哥的头把交椅，从年初能够领先王志安10万粉丝，到年末已经落后20万，整整1年的时间里面，文昭从头到尾他的影响力都是被王志安完全彻底的压制，没有机会翻身。所以毫无疑问，文昭是台湾大选官选以及贺龙夜夜秀风波的最大的输家。曾经看过我当时点评这个台湾官选团的视频的话，应该对我的这2个 slide 还有印象。那这个 slide 是我当时对于报道大选的这个新闻机构跟自媒体人的专业表现进行评估和打分的结果。公职省的表现我给的是优良，而且它是仅次于王志安。当时很多人对这个评分是不服气的，但是的确事实证明了这个公职省他是这个官选这个风波的其中一个赢家，所以我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我猜测呢，公职省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大概率是因为替代效应因为他本人虽然是轮系的这个外围，但是他跟轮系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在这个贺龙夜夜秀风波当中普遍遭受重创的轮系矩阵，很多从他们那个地方流失的一些观众依然有就是自黑的这个内容的需求。而公职省呢，他在大选的实际表现看得出来，他对节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的，所以他们这部分从轮系矩阵流失的观众大概率呢都被公职省收编了，所以这个替代效应让公职省成为了其中一个赢家。那这个 slide 是我当时对于几位大 V 的点评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台湾观选团啊这几位的输赢状况与我当时的评估是完全一致的。那这一个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我的频道去考古，去找当时的这个视频，再来看一看是如何建立了一个评估的框架，然后给他们打分得出我自己的判断的。如果我们把轮系矩阵跟这个非轮系做一个比较的话，看起来这个轮系的影响力在下降，粉丝的增长乏力，但实际上这个数据差异到底能否得到统计学的支持，我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毕竟我们不是在写这个学术论文，对不对？实际上我想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以王志安为代表的新势力他们会抢夺轮系的市场空间，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加入也让整个蛋糕整个市场进一步做大，而轮系也会受益于这个市场扩大，所以他们的收入也会随之有增长。那时政和财经赛道的中文野管圈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玩家，就是新闻机构，主要是台湾媒体跟这个国际大媒体的中文频道。对于不差钱、不缺知名度、也不缺资源的新闻机构来说呢，收入跟粉丝这两个指标未必是他们看重的 KPI， 反倒这个影响力是他们更重视的绩效指标。这个影响力呢，也就是用你这个油管频道过去30天的视频播放数量来衡量的。我尝试了为每一个新闻机构呢都匹配一位粉丝的量级相当的自媒体人，以此来比较我们这个新闻机构跟自媒体的实际表现。那除了在最高一档330万粉丝暂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自媒体人选来匹配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每一个档次自媒体人的影响力都能够碾压新闻机构。具体来说，就是一个王志安可以等同于美国之音加 BBC 中文的影响力，而一个多伦多方脸呢，它可以等同于2个自由亚洲的影响力。而7788这位新人，他一个人就相当于8个德国之声中文台。那易树力记者他自己一个人就等同于2个法广中文台。那整体而言的话，100强榜单的自媒体人的这个总体影响力已经是新闻机构的数倍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传统媒体已死，传统媒体已死，他们在拥有更多的资源，不用担心这个资金的压力的情况底下，他们做出来的实际的成效比不过就是有些甚至是半路出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然后各方面都是比较草根或者草台班子，他们做出来的实际效果还比不上这些人。所以可能真的是一个大势所趋的这么一个趋势吧。那年末我们闹得沸沸扬扬的李老师发行虚拟货币的这个事情因为牵扯到好几位入榜的这个油管大 V， 所以我们刚刚好可以拿这些数据来做一做案例分析我们尝试用从油管上的数据来回答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李颖27万粉丝的油管频道他能赚多少钱答案非常简单，一年他赚不到3万美刀。但这个数字正常吗？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看一看这26万粉丝这个档次到底有哪些人，一前一后我们恰好分别包括了小翠跟不明白播客。如果我们去除掉表现太过于优异的这个7788跟表现最差的跟我一起来谈钱这2个特殊的数据点之后，那我们看到整个档次的油管主播他们的年均收入应该是在11万美金左右，小翠的收入呢大概是在这个均值。然后我们看到李老师他的油管年收入不到3万美刀，不明白播客刚刚好5万美刀，他们2位都没有达到这个均值，甚至可能相差甚远，所以都没有达标。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运营李老师的这个推特跟油管频道到底需要多少人手？那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题，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的油管跟推特可以看得到他们的产出是多少，然后我们可以衡量他们要完成这些工作量到底需要多少人手，倒推回去就能得到一个结论。那李颖当时在参加王局的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曾经一度声称有8个人的团队在支援他们
运营这个推特跟油管的频道，所以他们很需要钱。那我当时是在推特当中质疑这个8个人的这个数字是掺杂了很多水分的。后来徐某人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已经改口说，实际上只有3个人是支持李老师的，所以这也间接证明我当时的估算是正确的。至于说到底如何计算这个人手，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做这个推算。那第3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李老师油管频道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是小翠他的油管年收入12万5，当然他的节目是财经类，这个 CPM 会更高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小翠他发视频明显更加频繁，每个月17条，而李老师他这个油管频道才发10条如果小翠不太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位这个油管主狗哥呢，其实完全跟李老师是在同一个赛道，他们都是发类似的内容，而且狗哥跟李老师都不露脸，李老师甚至都不用自己的声音，而是用 AI 来配音。所以呢，他们2位比较，我们会发现说，狗哥他一年也有11万多，将近12万美金的收入，李老师只有不到3万美金的收入。要知道李颖他运营的这个推特账号有180万粉丝，他是雄霸推特这个影响力的前几名。他每天有收集到很多的素材，所以这些都是现成的，可以用来做油管视频的素材，而且他有专人负责剪辑跟制作。但是哪怕是这样一种情况，他每个月只发10个视频，每一个视频的平均播放数量只有6万。作为比较的话，狗哥他平均每一个月发16个视频，每一个视频平均的播放数量是10万。理论上来说，李老师他做出来的视频质量至少不会比狗哥的差。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收入会相差这么多？我觉得他在推特跟油管的运营上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还记得前面我们分析过7788跟公子沈，他们2位都是狠人嘛，他们一天能做到2更，一个月能够更新将近60条视频。那如果我们对比这个李老师可怜巴巴一个月才10条视频的话不得不说这个首先李老师在第一点，在勤快这个最简单的维度上就没有做到，所以他的油管频道不能够养活他自己，难道不是因为他很懒吗？或者他的团队太懒了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质疑说李老师他用这个理由支持自己的团队，支持自己的频道跟推特账号，他这个募资的理由还能成立吗？还有其合理性吗？因为说实话，哪怕他只是改到1天1更，我觉得他都大概率是能够养活他自己跟他的团队的。同样的，我们也拿这个老登的油管频道跟不明白播客的情况做一个比较。老登年收入21万美金，是不明白播客的4倍。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不明白播客它发布的内容质量至少是不会输给老登的，对不对？但是两者收入的差距很大概率是因为体现在相差3倍的这个更新频率上。当然我们也都理解这个不明白播客是原力的一个兼职的副业，而且访谈性质的节目它也很难做到日更，所以我觉得不明白播客的情况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那第4个问题就是这个李币3巨头，后来他们都改口说发币其实是为了帮扶油管的新人，那他们这个理由成立吗？那如果我们看回3位巨头的这个油管运营的实际表现，就会发现本年度100强榜单这个主播他们的年收入均值是21万美金，中位数去到9万美金。那徐某人的话，其实他的表现并没有达到均值，他只勉强达到了这个中位数。那如果我们拿军事赛道同体量的这个大概33万粉丝的火力就是正义这个频道的数据来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徐某人他的实际表现不算优秀，因为这个火力军他年收入能去到25万美金，所以看起来如果说
徐某人来帮扶油管新人的话，并没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说服力。然后多伦多方脸它能够做到将近22万美刀的这个收入数据啊，我相信它保持3天一更新的这个频率，和它作为比较的话，我们看到五月散人大概是每天都有更新，但是他的粉丝五月散人的粉丝会比多伦多方脸的略少一些。那两个人比较，多伦多方脸能够做到22万美刀，然后五月散人能做到27万美刀，我觉得方脸的数据还是可以看的还算不错。再加上他本人有运营 MCN 多年的实际经验，所以在3巨头当中，方脸是唯一有资格来帮扶新人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3位巨头啊，李颖这么好的条件，需要你想想看，他手握一个人家有人形容李老师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娃娃抱着一大块金砖独自在黑夜当中行走，他手握一个180万粉丝的最大的这个影响力的推特账号，然后有源源不断的素材然后还有一个团队来支持他，有所有这么好的条件，他需要很努力才能够做到没办法养活自己，然后才能够把一手好牌打到稀烂。所以油管的数据事实上已经证明了李老师他没有能力运营好油管跟推特的账号所以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测他是实际上没有能力可以管理好基金会的，甚至以他这种认知水平能不能够决定哪一位这个后进的油管主播是合适的帮扶对象，我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他的这个认知实在是太浅了。这3位大老爷们在我看来都比不上这一位弱女子就连3巨头当中号称最能打的方脸，他在7788面前也是一个弟弟我们看一下他们2位的数据比较，红色线条是7788的数据，然后蓝色是多伦多方脸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7788从7月份开始就已经完全碾压了这个多伦多方脸的数据。所以你想想看开频道才1年多1个月，然后已经能够强势闯入所谓的中文油管收入榜的第12名。所以你想想看，作为一个新人能够做到如此优异的成绩，7788才是最有资格入主基金会来帮扶新人的，因为他的成绩最有说服力，他自己回看自己来时的这个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新人他有更多的这个心得体会可以分享。所以我觉得无疑美女主播7788是更合适的更有说服力来帮扶新人的这个人选。对，其实就帮扶新人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最有资格来做以及最有责任最应该来做的还得要看王菊之安。因为如果王菊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就相当于把海外中文新闻市场的这个新生代力量推给了这些听床师跟摇棍王菊不仅应该要做，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无需避讳的去做。因为这个好人如果太爱惜羽毛不愿意拉帮结派，不愿意受人口实这种我觉得没有原则的做好人的结果一定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乐见其成看到王志安就是发布了一个推文，就是他们准备正式开拓这个 MCN 市场来帮扶来孵化一些新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也呼吁有钱的就是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尝试来做这个主播，然后我也呼吁大家给目前的这些小主播多一些关注，虽然他们可能目前没有达到100强榜单的入门门槛，甚至没有盈利的能力，但是很多人都非常有潜力也非常需要你们的关爱跟帮助节目的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展现完整版本的这个100强的榜单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看到最后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这个是头25名的收入榜单，然后接下来是26到50名的这个收入榜单，再接下来是51到75名的榜单，完了之后是76到第100名的榜单。然后我们其实总共有125名这个油管主播嘛，我觉得从101到125名的这个排名就没有必要放出来了吧对，非常感谢您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个信息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大家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